曲目为直终必弯，养狼当犬看家难。墨染楼瓷黑不久，粉刷乌鸦白不鲜。蜜饯黄连终须苦，强摘瓜果不能甜。好事总得善人做，哪有凡人做神仙？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你来一个够吃的吗？啊，这一说这个特别开心是吧？不让搭茬这一下午心里得多别扭啊！挺好，谢谢各位吧。其实我一看你们各位，我几乎也都认识啊，因为老是你们啊。你看今儿还有穿汉服来的啊，这就是你啊啊，很好。你看看这身衣服适合这个氛围，很开心。冲着你们呢，我得多干些年，好好的说书。其实说书啊特别有意思，改明儿你们试试。我那天有一活动现场有一大姐啊，我就特别想试试说书。我说那你说吧，我想是不是什么内容都可以？我那当然了啊。我说你愿意说有人听不犯法就可以啊。但是我能不能不用你们这个技术啊？我说那无所谓，讲故事也是可以的啊。我就想抛开你们这个语气、状态、表演、说话的样子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开天辟地来一门新的艺术。那你上那边说去吧，去吧。啊，你说半天跟我这没有关系啊。反正允许这个简单。你看这往那一坐，叨的就说真假假，假真真。但是说真坐着有人听，这也不容易，淘汰率太高，1万个人学评书，最后能剩3个人、5个人就不错。怎么呢？你怎么就能让人坐得住，对吧？台下没事咱们几人聊天，就聊天这几个人里边，还有你看着不顺眼的了。老百姓讲话，看他说话就不爱听，他也没惹你，也没招你，不行，看你那脸就恨得很。你跟我多客气，我瞧你我要别扭的很，那就完了。咱们这行讲究的是先有人缘啊，先有人缘就有饭缘。有的人没有惹你啊，他就那状态那气场跟您不相符，那没办法。你包括郭德纲说书啊、演戏啊、说相声，也有人不爱看，这没有办法。您把整个三国都听完之后，您马上您就升华了。少不看水浒，老不听三国，仗着各位都不老啊，赶紧听。关键是这个手艺它不好学，我们学这玩意儿。小的时候其实学说书的孩子还有一些，现在这一晃，我都这岁数了，那些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，啊，10来岁的时候一块儿嘛，现在估计都不干这个。你要干这个，最起码市面上得有你啊，啊，谁啊，在哪河边啊？谁在哪个市场啊？就没听说有这些人，那估计就是改行不干了。可能人家当科学家了，啊，人家有更好的发展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科学家的命啊，就好好说书吧。因为这个打小老师还劝我，那会儿说书的先生，你好好干，你呀上人见喜，我印象很深。就我7、8岁教我说书那高先生，老头夸我上人见喜，那会儿不理解什么玩意儿上人见喜，这是让我上澡堂子干活就是怎么着？一上人了哈，叫见面来里边洗去。其实后来长大了知道了，先生就是夸我说有点人缘，学各种的技巧，背一些个人物的赞赋啊，再学学抒情戏理啊，学学表演刀枪剑身段动作，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门艺术。你看，甚至包括这些个江湖的行话术语、表现的技巧，他都得学啊。你看，说这个那天我们给孩子们上课，给聋子科学生上课，我特意提到了江湖术语这一块。我说我不提倡你们学，虽然说你们早晚都会的，早晚你们也要说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用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大张旗鼓的让他们去说，为什么呢？各行各业都有术语。厨师有没有行话术语？卖茶叶的，卖翡翠的，哪行他都有专业术语啊。他这个东西很正常。你比如厨师炒菜啊，炒菜人家个来这里边啊，
秦琼，点点秦琼，他管那碱叫秦琼，因为秦琼是黄脸的嘛，啊，秦琼，他管酱油叫黑水，管味精呢叫师傅。另外人家说这儿赶紧啊，这儿你给我切点骰子丁儿，骰子丁儿四四方方，骰子丁儿，这个给我切象眼块，象眼块菱形块，这么大吧，1.5厘米左右吧，差不多吧。哎，这个坡有多高，厚多少，这玩意儿炒菜时就哎赶紧啊，我切象眼块，一句话就明白了。哎，赶紧啊，切1.5厘米长，2.5厘米厚，3.5厘米宽，那个坡度2.5，别炒了，这不行了，糊了已经。因为专业术语不是万恶呀，它是为了省事儿，它为了快，都提到了专业术语嘛，对不对啊？当然，在过去它有一批就是涉及不到专业术语，就是聊天说话，它也是有扇子叫什么，手绢叫什么，这桌子叫什么，椅子叫什么，它也有一批。那旧社会，你比如从清朝开始，江湖人呢在外边闯荡不容易，有一些这个话方便自己人之间沟通。就这么简单，谈不到批判不批判，没有意义啊。但是呢，说相声的小孩们一上来就对这个会更感兴趣，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说这个像说相声，他通过这个，他先告诉你们，你看我是说相声的，我会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，这个不提倡。你还没学会人话呢，你学一嘴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也告诉孩子们，你说我拦着你们，谁不许学，谁学了就得开除这个那个，那是我没有意思，我没活明白。你们早晚要学会的，早晚你们也会说的，但是一开始不提倡，不提倡啊。所以说干这行就是处处得关心，处处得留神，而且说书最重要一点就是多说正文，少说闲文，知道吗？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。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3000里，近到江南16州。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再来游。你们这功课做得不好啊！哎，你们还要努力，知道吗？天缘有份喝香油，我教不了你们了，太笨啊！赶明儿办一个这个培训班，专门教你们背这个定场诗啊。行，不用办，赶明儿你们跟侯震学去就行的啊。侯震老师善于教徒弟啊，侯老师那会儿一共4个徒弟，现在还剩1个。侯震都知道啊。侯爷，哎呀，侯爷原来不是4个就是5个徒弟，啊，后来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好几个就不露面了。有一个据传说，他们后来说的挺可怕，说你别看挺年轻，身体不好去世了，大伙儿还挺难过。你看那么年轻就没了，没有几天，有一天曹鹤阳碰见他了，啊。你这玩意儿多瘆得慌！回来之后没死啊！跟侯爷一说，侯爷啊，那行，没死挺好的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来往了。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逮谁跟谁借钱，借完钱也不露面了。反正陆陆续续吧，这几个人就都这样了。但是有一个挺好，侯爷的最爱，叫庄子健。哎，你庄子健是侯老师的最爱。硕果仅存的徒弟，可不就一个不得看好了点吗？侯震对徒弟还是很孝顺的啊，就怕他走。大庄挺可爱，我们管叫大庄，姓庄嘛，庄子健，大庄。他对他师傅也真是110的疼爱，这孩子很好。大庄挺可爱，那个去年是今年，清明节一早给他师傅发微信。师傅，清明快乐！奇葩呀！啊，师傅，清明节快乐！你受不了？早先侯震还有一徒弟，哎，就是每次去北展演出，他去看他师傅，平时没有功夫，就非得北展。
北京的北展剧场，他去准拎一盒稻香村点心，每次去都是。后来侯爷一回家，侯爷他妈说了：“你收了个稻香村的徒弟呀？”挺好啊。你说这点心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年我们我们电视剧这帮人开会，其中有一个编剧啊，一个小孩东北的小孩家住沈阳啊，开会一直商量这个戏啊，弄故事，然后春节前就都回家了，春节后呢回来了，这小孩呢给我们带了好多稻香村的点心，又打沈阳拎来了稻香村的点心。我们也，人孩子是好意啊，但是也得问问这是为什么啊？你怎么想起来啊？带这儿带点心来呢？这是沈阳特产呢啊？怎么又改了沈阳特产？我家楼下就是稻香村，我打小就吃，那叫沈阳特产。孩子，你不用跟家卖，北京有的是，啊，很可爱啊。又跟你们说闲班了，不行，啊。哎，不唠了，不唠了。那信着说这还有完啊？等下回书再说闲班吧啊！我要照这样看，专门开一套书就讲闲班，你们爱听哈？我的三国呀！哎呀，我这一肚子能耐呀，都没打过闲班啊！快坐吧，快坐吧。我早发现了，等你告诉我就耽误了啊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。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远自湖北3000里，近到江南16州。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求。再来一个够吃的吗？不够吃买去啊！是不是特别开心能够搭下茬啊？这就对了。你以为我来是为了挣钱的？我就是为了跟你们串闲话来的。谢谢吧啊！我估计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啊。小的时候我们同学都想当科学家，全班就我一个人想说相声，全班同学鄙视我。现在我终于说相声了。为什么每次说书之前都得聊点闲天呢？这是怨我，这是怨你们啊？你看看，我就说嘛，人家平台找我做节目，啊，我跟他签了4年的合同，啊，这得干到哪辈子去？这个，啊，然后人家说这个头一套书，头1年要说三国，但我没想到说三国说着说着，说了这么些个闲班儿，每天都是闲班儿啊。但其实好多闲班挺好玩啊，你看看有你们支持就好办了啊。有时候我们在一块儿也说闲班，在后台没事，你看我跟于老师啊，跟这些个演员们在一块儿，他们也串闲话，也说这些，大伙儿也高兴。于老师爱讲，他就讲那个他在那会儿在团里边那些个老先生那些个事儿，还说的好玩之极啊。有的时候说完之后我们就乐了。不是说现在这个20、30岁的说相声的淘气，那个50、60、60、70的老先生也那样，因为他这个行业就这样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你看于老师他们那会儿出去演出去，跟这团一块儿，啊，想当年演出这个走学呀，都是长学，不像现在是，现在演出市场就那么回事儿，到那儿演完就回来，过去一走就是1月2月。啊，这一帮说相声的，这一走，呼噜一下子3月就出去了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好玩。他们团有老先生，会口技，会说相声，聪明之极，台上也好，
爱逗着玩儿。因为那种演出住宿不像现在出去还什么4星级5星级没有，就是普通的宿舍呗。演出单位什么哪儿演出给你们准备一地儿就行了，4、5个人住一个屋。就有一个老先生，这老先生好开玩笑啊。那会儿你想想，这一说是80年代，哎，有一次这一块住的屋里有一个人，洗完澡之后呢，他那裤衩他也得洗一洗啊，哎，洗裤衩，洗完裤衩拿衣架挂好了。这窗户这儿有那暖气片，您那画面就都有了。踩那暖气片往上够，挂在那窗户上头，挂2天不就干了吗？哎，他是这样弄，人家挂完了，这老先生就看见了。因为在一个地儿演，一般都是演1周啊，10天8天的，所以待的时间长，等2天了，觉得差不多干了。这老先生踩着暖气上去，裤衩拿下来，在水里边给人投一投。还不能太湿，太湿就看出来了。哎，差不多再拧拧，再抖楞抖楞，拿衣架弄好了，踩着上去又挂上去了啊。这主晚上换裤衩啊，哟，这地儿太潮了，2天了裤衩没干啊，那得了，再晾2天吧。哎呀，2天之后他又来了，连着3天1礼拜裤衩没干。第3次啊，他踩的时候他也着急，他怕那个人进来呀。结果正好第3番挂的时候，人家进来了，他这一慌，脚底下下来，踩暖气边上有什么地儿，把脚扎坏了。扎坏了，正好夜里边啊，凌晨3点几点的，大伙儿弄他上医院，他淘气呀，啊，他们去这地儿是类似一个什么村式这样的演出场所，哎，这一走扶着他走，夜里边。他会口技，他学鸡叫，凌晨3点，全村的鸡都叫啊，跟着。这样的老先生，我们这儿有的是，啊，我就不方便说名字就完了啊。赶明儿我整理整理，给你们念叨念叨啊。哎呀，不能说闲板了，咱们得说点正文了啊。不能总聊，没人结账了就啊。你拉倒吧！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就爱跟你们这样的一块玩，跟你们一块会一段，我能吃一辈子。道德3皇5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去！我这么大岁数，天天哄你们玩啊！我是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啊，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，没有文化啊！有夸我的说永远18，孩子你看看眼去吧。哎呀，到了说书的时候了啊！谢谢各位吧，很开心。这个爱听书的人爱听相声吗？你们是不是打说相声那儿过来的都是啊？那边买不着票，上这儿来听来了哈。这边不要票啊！嗨，就别开箱封箱了，能演就好啊！是要做好疫情防控啊！大伙儿。你们也得听，我们也得说呀，那不说怎么行呢？我们这儿抄起来好几百说相声的啊，给他们搁在屋里边这也是事儿啊，必须搁到台上去。这个说相声的这个行业特别有意思啊，它还不像别的行业，演戏的呀、做模特的呀、干嘛的都不一样，它是单独一个行业。你看一个演员，说这个人说相声的，他说的好，说的不好没有。我们谈论一个演员，没有好与坏。我们评价一个相声艺人就是会不会。哎呀，最高的评价，这个人他会说相声。说这个他不会说相声。哎，我们这行看人是这么看，就是你得到了多少虚荣，你拿了什么不重要，就行业内部不是说郭德纲看谁会不会，都是这样。我们所有人坐一块儿，请点老先生老前辈，大伙儿也是，哎呀，这不会说相声，
你红的山崩地裂的，老先生也告诉你，你还不会呢。就是你会不会跟你现在得到的一切没有关系。我们没有说哟，这个人还不错，过些日子努力还能好，好不了，因为你不会。你说这行多狠哈！这玩意儿要评论谁往死里边评论，就这一竿子就处死你，你还不会呢。你说别的没有用处。当然了，每一个说相声跟另一个说相声没有重复的，一个人一样。你看我这些徒弟们，跟谁都不一样。有的还文质彬彬啊，有的看那样就老实，那有的看着就横。你看那谁那什么孔云龙那样的是吧？哎，都知道哈。哎，孔云龙，哎呀，我也是没法。孔云龙跟岳云鹏一天来的，同一天进的德云社，俩人那会儿是在同一个炸酱面馆打工。孔云龙是门童啊，长得好看啊。你看，包括他后来什么又撞了又摔了之后，那在中国相声界要说论模样，前3也有他。都摔成那样了，还得排前3。他是门童，岳云鹏那会儿是端面，在炸酱面馆，工种不一样。你想那个但凡不好看，能当门童吗？对不对？咱卖苹果还把大个的摆头里边呢。啊，孔云龙，在家呢，行3，他俩哥哥，为什么都管叫孔老三呢？哎，都这样，孩子们也是有管叫三哥的，其他小辈儿叫三叔、叫三大爷的啊，也不小了啊，就是愣。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愣，这很善良，特别善良啊。有时愣起来确实，你看，包括他后台，礼拜6、礼拜日演完了，他把大褂摘下来，拿回家洗去，洗完之后呢，周2再来说相声，再带来，啊，也不看，拿起来就拽包里边，回家踏踏实实洗完晾干了，叠好了，搁在包里，哎，周2进剧场又拿出来，把这新洗的挂好了，搁在那儿。他刚挂好了，一会儿功夫，我们这儿有一个唱快板的徐广老师，徐广过来把这大褂摘下来穿上了。他还纳闷呢，你干嘛啊？徐广说：“这是我大褂啊。”哎呦，洗错了啊！啊，真事儿，看都不看，拿下来就回家给人洗去了啊！这要说别人不可信，说他那正常之极。前些日子我们录团综，就天天的提醒他，尤其团综现场有时候有游戏啊，所以够1万人看着呢，看着他别出事啊！愣。好容易录团综没事儿，完事儿这一回剧场，还挺高兴，录完了啊，高兴，哎，走到街上看小孩玩滑板啊，过来我玩会儿啊，踩上了，啪摔那儿了，然后自个儿发一微博，这20天我不能演出了啊。你这怎么弄这玩意儿啊？但是孩子是真好，那真是像我儿子一样，真是的啊。真是情同父子啊！孔云龙上家去，只要一看我，就买很多水果。我这个糖尿病都是他们弄起来，买各式各样的水果，哎，坐在那儿让我吃，挺好。我还有一徒弟啊，在包头啊，齐鄂涛。每次我们上包头，不管是演出啊、做节目、拍戏啊，他准去看我。每次都弄这么大箱水果，一弄5、6箱，咣给码在那儿。我们去商演也是啊，今儿到那儿，明儿演，后天走。哎，到后台咵放那一堆，谁吃得了啊？临走的时候我就告诉他，去都拉走吧，都是你的啊！好几次，这回录团综到包头，他又来了，我先嘱咐他别买水果啊，你要想吃弄家去，你别给我送来啊，吃不了啊！到这儿了，我给你买这个太好吃的这个水果，您别处没有，上包头来得让您吃点特产啊，来吧！我一看买这猕猴桃啊。哎呀，我活了40好几了，我才知道包头出猕猴桃，也都贴着签儿，那外地进来的啊，也挺可乐啊。哟，不能说闲板喽，不说了，听你的，听我的，爱听你们的，好嘞。这大哥说话有意思，
快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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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客气，来，坐下聊，坐下聊啊！净夸我你们啊，山上青松山下花，花笑青松不如他。有朝一日严霜降，只见青松不见花。没了。再来一个。说定场诗啊，耽误说闲玩儿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一定是我赢了啊！哎，没看见这不写着吗？最终解释权归郭德纲所有。你别说书了，综艺节目好几百人也得我说了算呢。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啊！因为这个玩意儿是开心就好，不能大差离格，它有底线。只要底线不动啊，如果动了底线的话，还得修改底线啊。至于说书就更简单了。我为什么愿意说书、愿意说相声、愿意唱戏，不爱演电影、不爱演电视剧呢？毛病就在这儿。你看，我要是导一个电影，当一导演，甭管真真假假，这我愿意干。你让我演一个，我不爱演。说相声我能控制这个节目，说书我能自个儿设计，我唱戏在台上我知道故事走向，我能把它设计好了。你给人演戏去，你也不知道整个故事什么意思，就是落一朋友交情啊，把你点词儿说完了，来5天你走了，我可能觉得应该这样，人导演还觉得应该那样了，那找茬打架嘛，对不对？不爱去啊，所以就好好说书也挺好。再有一个了。你不管说书啊，说相声，多多少少有一丁点成绩就可以了，哦，你还演戏也好，演电影还也好，那个不符合天道，还都是你的了，不能那么想，所以我就认头，好好跟这儿跟你们各位一块儿起哄啊，陪你们开心，这不挺愉快的事情吗？是吧？到这儿了，有你们大伙儿，回后台有那一帮说相声的，就很知足了啊。跟你们在一块儿也图一清静，你知道一后台说相声多闹腾吗？真的，刚才侯震跟我聊天，说你跟观众们提刘大爷了吗？我说没有。哎呀，他应该跟大伙说刘大爷。我说刘大爷他自个儿得占1/7半，知道吗？刘大爷就是我们一师兄弟儿，刘宪伟老师，于谦老师的亲师兄弟儿，也是石富宽先生弟子，就在德云社也就来了大10几年了。刘大爷，孩子们都喊刘大爷，刘大爷特别可爱。最爱给人家治病，他是一个大夫这方面的票友啊。你要说你修自行车，我愿意，这有情可原。大夫，你要是票友，这个玩意儿听着就瘆得慌，是吧？没有不敢治的，还经常愿意给大伙儿配药，也没人敢吃啊。药配完回来，哎，你别跟别人说，你还不让人说，你这谁受了？那回进后台是谁呀？脸上有一粉刺，让刘大爷看见了，给你挤了。天下单有一种人爱挤粉刺，你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挤粉刺给人掏耳朵，就有这个啊。老太太们净这个，给人掏耳朵，哎呦呵，爱着都不行了。挤粉刺也是，就跟强迫症似的，他自个儿这甭说了，挤得倍儿干净，只要看谁有粉刺，必须的这挤，就看着啪呵。就这一下，他人生高光时刻。刘大爷进后台就是看一个孩子，我们一徒弟长一粉刺，哎，这个，这大爷我就怕疼，那个千万别挤哦，那算了啊。说完之后他走了，人家孩子也没事这聊天，他一会儿偷偷摸摸的过来，到人身后啪就把脖子锁住了。哎，紧跟着砰，他是痛快了，人家受得了吗？还有一回后台是哪个孩子咳嗽特别厉害啊，打一进后这孩子咳嗽啊，这个刘大爷过来了，怎么了？咳嗽哦，好，你多喝水啊。成了，人没往心里去，这孩子还跟着
他转了3圈，看看没人，回来了，突然间蹦到人家面前，嗨，怎么样？大爷，咳嗽不是打嗝。你受得了受不了？打嗝不有这偏方吗？你突然间一吓唬他，哎呦，就过去了。咳嗽不管用啊，啊，咯嘎咯嘎的。原来我们那个公司那儿有一大哥，腰腿啊不舒服，哎，老是那么佝偻着，哎，难受。人家在那儿，他非给人撵，啊，你放心，我有劲儿。人家媳妇儿坐边看着，人这主一想，一直这样就不舒服嘛。他一上手3下5圈，咔，这主放平了，一句话也不说了，给人媳妇儿吓得死人了。都刘大爷干的事儿，我不能再说刘大爷事儿，不能再说。刘大爷的事儿要说，最起码比如说1个钟头算一段的话，能说个6、7个小时，真的。下回咱这个不能老提刘大爷了啊，太耽误正事儿啊。就是每一个人都每个人身上的优点，其实他是热心肠，热心肠好玩啊。等有机会啊，请刘大爷现场给你们治粉刺啊，治咳嗽啊，给你们撵一撵啊，挺好的。看你们以后听话不听话啊。